歡迎收睇3月7號星期四嘅 Money Hero 早晨新聞。我係電子泰山啊，先講下日本嘅相關新聞。日經新聞報道，日本嘅特定技能簽證制度今年起會搶80萬人才，會新增汽車運輸等4個職業，引入的士、巴士同貨車司機外勞啊。只要你夠18歲，有指定嘅專業技能，加上日文試考到屬於初階嘅 N4 級，就可以申請啦。唔少香港人讀1至2年就考到，學費仲可以 claim 持續進修基金，相信會引起一股司機大佬們學日文嘅熱潮。不過日本嘅移民門檻一向超高，就算成功申請呢種簽證，都只係有機會攞到永住權，冇得入籍變真日本人㗎。香港人咁中意返鄉下旅行，大家又有冇興趣去日本發展呢？歡迎留言傾下。喺香港要上樓並唔容易，最新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又升咗0.2年，要等成5.8年啊，逼近政府6年嘅封頂目標。房委會解釋，2023年係近年公屋產量最低嘅一年，下年度公屋供應量增加，加上3萬個簡約公屋明年初陸續落成，相信26-27年度可以等少1年，回落到4.5年。政府嘅建屋量一直追唔上申請上樓嘅人數，截至去年底，輪候公屋條隊仲有大約13萬人。23條立法諮詢上星期結束。彭博一篇報道，直接以23條立法諮詢包括禁止 Facebook、YouTube 為題，引嚟一場虛驚啊！好在港府即刻出面否認報道，話絕對無意禁止任何呢啲平台，所以我哋呢個節目暫時唔使搬去抖音住，大家繼續 YouTube 見啦。呢個烏龍相信係出自23條立法諮詢期嘅報告，有人喺書面意見建議 Facebook、YouTube 等網站撤出香港，彭博好快就修正翻報道。保安局話，諮詢期收到嘅意見當中，有 98.64% 支持立法，13000多份書面意見入面，得93份係反對建議。書面意見充分表現香港人嘅想像力啊！有人提出禁埋 Signal、Telegram， 甚至喺香港暫居或永久嘅居民一定要宣誓愛國愛港。又有人諗到，如果公屋戶有人犯23條，就要收返間公屋啊！美國總統大選年底舉行，啱啱嘅超級星期二，民主共和黨進行咗初選，提名候選人出戰白宮。超級星期二其實係指選舉年期間最多州同時舉行總統初選嘅一日，數以百萬計嘅選民今次喺美國15個州同領地嘅初選投票，揀翻自己支持個黨嘅候選人，候選人會分到勝出州份嘅黨代表票。而共和黨嘅特朗普只需要1215張就過關，截稿前橫掃咗12個州，已經有最少946張啦。而特朗普喺共和黨內嘅唯一對手，做過聯合國大使嘅凱利，只係攞到1個州，已經冇威脅。特朗普就話好期待11月5號大選日啊。November 5th is going to go down 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. 民主黨拜登夠1968張就過關，暫時攞到1424張。不過佢黨內冇主要對手，相信11月5號美國總統大選，特朗普同拜登會再戰白宮啦。Bitcoin 價格持續大反彈，星期二一度衝破69,000美元歷史高位，不過破新高後即刻急回1成。最近 Bitcoin 投資氣氛普遍好轉。今年年初以嚟已經升咗超過60%，除咗今年1月10號 Bitcoin ETF 正式開通，最近市場又預期下次產出減半，大約會喺今年4月發生。Bitcoin 產出減半，大約每4年發生一次，上一次發生喺2020年5月11號，並且觸發咗一個強達6倍嘅大升浪啊！大家諗到今晚食乜未啊？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下泰山自主介紹嘅洋蔥燒汁牛扒飯喎。今日講到呢度，聽日再傾啦，拜拜。